好的，接下来这个单元要介绍的感测器跟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穿着息息相关。每当我们要外出的时候，我们都会想着外头的天气不知道如何了，需不需要该多穿一点还是少一点？需不需要带雨伞或穿雨衣呢？那等一下我们要介绍的感测器就可以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个感测器就是温湿度感测器。温湿度感测器主要分为2种类型，第一种叫接触式，第二种是非接触式。在接触式里面又可以区分为热电偶、电阻温度侦测器以及热敏电阻3种类型。这3种接触式的感测器材料有所不同，但是在量测的时候，它都必须要接触受测物体才能感知温度。而非接触式的感测器则是测量热源所释放的辐射，而借此判定其温度，因此能够从比较远的距离来量测温度。通常它适用于比较危险的环境当中，最常见的就是红外线感测器。而我们这个单元所要介绍的这颗 DHT11，就是我们常常拿来用来感测温湿度的一颗感测器。那么它测量温度的方式则是利用热敏电阻，而所谓的热敏电阻是一种具有电阻性的半导体材料，对温度特别的敏感。热敏电阻的电阻值会在温度上升的时候电阻值下降，那么因此我们可以量测电阻值的变化来反映温度的变化。它广泛的应用于涌入电流限制器、温度感测器、自我重置式过电流保护器以及自我调试加热单元。那么这颗 DHT11 除了有感测温度的功能之外，它同时也能针对于湿度做感测。而湿度的部分分为电阻式以及电容式2种。这2种的基本形式都是在基底片上面涂抹了感湿材料，形成感湿膜。空气中的水蒸气吸附于感湿材料之后，那么元件的阻抗值、介质常数会发生比较剧烈的变化，而利用这样子的特性来制作成湿敏元件。DHT11 就是利用这样子的电阻式的感湿元件来感测环境的湿度，并且它搭配了一个8位元的单晶片相连接，那这样使得 DHT11 这个装置具有体积小、功耗低、感测距离长的3项特性。它这样子之后就非常的适合拿来作为物联网应用的温湿度感测。接下来我们简单说明一下 DHT11 的量测规格。在 DHT11 的正常工作电压是在 3.3 伏到5伏之间，所以大家在接线的时候要特别注意。通常电压的部分，电源讯号的部分，我们会接到 3.3 伏的电源供应角位。而 DHT11 在常温之下可量测到的这个相对湿度范围是 20% RH 到 90% RH， 精准度在正负 5% 的 RH。而温度部分可量测到的是0度C 到50度C， 那么精准度部分是正负2度C。所以这颗 DHT11 并没有办法量测过高温的环境。这也特别提醒大家，在选用感测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感测器的规格是否能与你要使用的情境相搭配。接下来我们来看 DHT11 感测器有4个接角，从左边数来，第一只接角也就是需要接到电源的 VCC， 第二只接角是 Data 资料接角，也就是将 DHT11 所感测到的资料数值回传的角位。那第3只角位目前并没有作用，所以你在市面上买到 DHT11 的时候，也可以看到有人会把它重新的包装成3只角位的版本来贩售。最后一只角位则是接地的，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 GND。待会我们的实验当中就会把 DHT11 温湿度感测器的 VCC 角位连接到阿米巴的 3.3 伏的角位上面。那 GND 角位呢，就连接到阿米巴的 GND 角位上面。那 Data 角位则连接到阿米巴版的 D2 角位上面。在连接完成之后，我们看到
DHT11首先会处于一个睡眠的状态。那如果想要把 DHT11，那么透过 DHT11取得当时环境的温度和湿度的话，我们就会经过一系列适当的唤醒程序。首先，我们必须要唤醒处在睡眠模式的 DHT11。那阿米巴板就必须要透过资料角位，也就是 D2 角位，先传送一个低电位讯号给 DHT11。那么之后再将讯号调整回高电位角位，等待 DHT11的回应。那接下来，此时这个资料角位对于阿米巴板来讲是属于一种数位输出的模式状态。那接下来 DHT11因为收到了阿米巴板所传来的低电位讯号，它就会从睡眠模式中苏醒，并且透过资料角位回送一个低电位讯号给阿米巴板，让阿米巴板知道 DHT11已经变更为操作模式，准备开始传输资料。而此时这个讯号是由 DHT11传输给阿米巴板的，所以对于阿米巴板来讲，这时候的 D2 资料角位是属于一种数位输入的模式。阿米巴板和 DHT11感测器经过以上的程序的沟通之后，就可以准备开始来传输实际的温湿度资料。在 DHT 感测器测定了环境的温湿度之后，那么会将温湿度的资讯以5个 byte， 也就是40个 bit 的方式来编码成一个讯息。而 DHT11感测器同样的会利用 D2 的资料角位来传输这40个位元值。在传输每一个位元值的资料的时候， DHT11首先会先传送一段低电位讯号，接着再传送一段高电位讯号。那并且以这样一低一高的电位讯号周期长短来区分一个位元值是为0还是为1。举例来说，当一个周期中的低电位值讯号持续的时间比高电位讯号来得长的时候，现在我们传输的这个位元值就为0。相反的，如果一个周期当中低电位持续时间小于高电位所持续的时间的话，那么就代表现在我传输的这个位元值它就是1。在经过这样40个周期的传输之后，那 DHT11就能完整的将40个位元值，也就是5个 byte 的位元资讯，传递给阿米巴板。由于在每一个周期的操作的时候，它的精准度都在微秒等级，所以在资料读取的实作上面，我们直接会以暂存器去读资料角位的值，并且在读取进行的过程中，会关闭外部中断的讯号，避免讯号在传输的过程中被中断所影响。但是这些以上的设定都是在阿米巴板内部完成，所以我们并不需要额外的设定。好的，在完成以上的接线说明之后，我们接下来就可以一步一步的来完成我们的实验了。